Welcome to episode 2, Digital Twin Unveiled. We're glad to have Terence Lui as our guest for this episode. Digital Twin 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佢處理空間數據嘅方式。佢唔單止係處理好多唔同系統嘅數，佢附近環境係點啦？佢到底有幾高啊？佢 3D 嘅狀態點啊？甚至有啲 Digital Twin 係出現一個 4D 即係 3D with time 嘅狀態。有一個 time series 嘅時間性咧，其實佢都包含入。咁我覺得 Digital Twin 就係一個會處理唔同嘅數據啦、sensor 嘅數據啦、空間數據啦、時間等等，真係可以 recreate 到成個 reality 出嚟嘅一個技術。Digital Twin 咧好多時係講緊前線 operation 數。咁前線嘅數據咧就產生嘅形式有好多種啦，就係有 sensor 啦 ，sensor 而家都有一個好 common 嘅啦，有好多嘅 CCTV 啦，而家 AI 嘅技術大行其道啦，咁所以亦都會有好多 CCTV 會去實時嘅 capture 前線啦。你一旦能夠將佢數據化，就能夠擺入去個 digital， 咁所以好多時個 digital twin 就係一個咁樣嘅總匯咯，就係會將唔同嘅數據收集嚟，去實時重現翻出邊到底發生緊咩事。一般嚟講咧 ，digital twin 咧都有幾層架構嘅。咁第一個咧就係個數據接口部分啦。咁頭先都有提過咧，就係有好多嘅數據，無論係 sensor 嘅數據啊、系統嘅數據啊、CCTV。咁所以通常第一層嘅架構咧，就係佢會有一個數據接口，就接晒呢啲所有嘅資訊落嚟。咁第二層架構咧，就係一個叫做儲存層啦，就係講緊個 data warehouse 或者 data lake 嘅方式咧，點樣去儲翻晒呢度所有嘅數據。咁然後咧，可能仲好多時會配搭一啲 analytic engine、AI engine 去分析呢啲數據。咁最後尾嗰層咧就係一個 visualization layer 啦，就係一個可視化嘅層級。咁佢亦都會處理咗好多數據嘅呈現啦，可能位置啊、空間啊、3D BIM model 啊，所有呈現咧都基本上會喺晒嗰個層嗰度去呈現嘅。第一樣嘢啦，你要將出邊嘅嘢全自動去數據化啦。咁你需要實時嘅時候咧，咁基本上都唔係靠人㗎啦。你好多時都係要靠一啲嘅sensor 啊，或者一啲 CCTV 啊，或者一啲更快嘅技術咧，去收集前線發生緊咩事。咁其次咧就係你中間嗰個 infrastructure 都要打造得好好啦，導致中間個 latency。咁一旦你處理咗呢啲部分嘅時候咧，咁其實咧個 rendering engine 咧就基本上都可以一路收住啲數，一邊去改變佢個 model 入邊嘅情況咧，去還原翻前線嘅情況啦。另一個部分咧就係你傳輸內容嗰個標準啦。咁呢一個咧反而就唔係話業界而家定義得好好嘅嘢，因為每一個應用佢都係unique to 你自己本身嘅 business。咁所以咧佢到底你傳輸啲咩？譬如我要管理安全帽呢樣嘢，例如我可以用 MQTT 打個數上去，我可以經 MBRT 將個數寫翻我 data center。咁但係佢傳輸內容到底應該要包咩咧？我到底係咪應該包工人心情？我係咪應該包佢有冇跌親咧？等等呢啲嘢，反而呢一個數據格式咧，而家係業界入邊咧都未制定。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做到大規模好多唔同嘢，百花齊放嘅話咧，咁個數據嘅標準嘅制定咧，其實會係相當之緊要。因為做啲 digital twin 其中一個問題就係 garbage in garbage out，你入嚟嘅數成日都甩數嘅、錯數嘅，咁其實佢就會好影響你嘅 decision。其實 digital twin 由於佢處理嘅空間，亦都即係話咧，所有喺存在於現實世界嘅所有 activities 嘅數據，佢都可以處理。佢既可以處理抽象嘅數據，亦都可以處理喺現實之中嘅數據。佢甚至係空間之間嘅關係、人之間嘅 activities 等等嘅嘢咧，其實佢都可以 incorporate。傳統可能又透過一啲 BI 啊、dashboard 做得到嘅嘢 ，digital twin 就做得到。digital twin 就會做到一啲其他傳統技術做唔到嘅可能性咯。咁所以我會見到基本上 digital twin 嚟緊個發展都會係嘅可能性或者一個機遇都係相當。好多謝 Terence 今晚接受我哋嘅訪問啦。